你相信这个世界上有灵异事件吗？欢迎收听由怪谈传说为您演播的惊悚故事。夜幕的降临悄然包裹了台北的街头，龙山寺的金色屋顶在昏暗的光线中显得尤为神秘，偶尔有几缕月光穿透云层，洒在古老的庙宇上，空气里弥漫着香火的味道，一切仿佛进入了另一个时空。这里的夜晚总带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压抑感。你准备好看完这个故事了吗？林浩站在庙前的街角，深吸了一口气，心跳略微加速。这个地方对于他来说有一种说不出的熟悉感。母亲常常在临终前提起这里，提到那个叫做鬼市的地方，言辞中满是忌惮和警告。他总是叮嘱他，你不能去，不要去龙山寺的鬼市。可是母亲离开后，这份警告像一根刺，始终扎在他的心里。直到今晚，他最终决定踏入这片曾被母亲所诅咒的土地。他没有告诉任何人自己将来这里，更没有告诉任何人自己的真正目的。自从母亲去世后，林浩发现自己变得更加孤独，连走进母亲曾带他参拜的龙山寺，他也不再觉得有什么不对。或许这一切只是他内心的无聊和无奈，促使他做出的决定，要亲自去看看到底是什么让母亲如此恐惧。他缓缓地走向庙前，感受到从香火中传来的温暖气息，空气似乎突然变得厚重沉甸甸的。林浩的脚步不由自主地放慢，周围的喧嚣开始变得遥远，似乎所有的声音都开始消失，只有他自己的呼吸声在耳边回荡，沉闷急促，仿佛进入了另一个世界。庙前的广场上，许多信徒和游客正在四散而行，偶尔有低声的交谈声和沐浴声在空中飘荡，但这些似乎都与林浩无关。他的目光直直地投向龙山寺旁的那条小街，那是进入鬼市的唯一入口。街道两侧的摊位摆满了琳琅满目的商品，香火、符咒、风水镜，以及一些看似普通但又充满神秘感的物件。当他的眼睛锁定在一个摊位上的破旧铜镜时，内心的某种情感似乎被点燃了。那镜子被时光侵蚀，表面布满了斑驳的痕迹，仿佛它曾经历了无数个世纪的变迁。他静静地躺在那里，毫不起眼，却仿佛在等待着什么。林浩停下脚步，深吸一口气，他想要转身离开，但却发现自己的脚步似乎被什么牵引住了。突然间，一阵阴冷的风刮过，他不由自主地抬起头，看向四周。街道两侧的摊位散发出不同的香气，然而空气中的那股怪异味道却让人不禁感到一阵心悸。他走向了那个铜镜摊位，摊主是一个满头白发的老人，眼神深邃而神秘。老人见他走近，微微一笑，眼角的皱纹像是刻上了时光的痕迹，他的眼睛闪烁着一种让人无法捉摸的光芒。这镜子能照出人的内心。他的声音低沉而沙哑，像是从深渊里传出来的回声。林浩不由自主地将目光投向镜子，映照出的是他的面容。镜中他的倒影变得模糊不清，像是渐渐褪色的影像。林浩眨了眨眼，试图重新聚焦，却发现那镜中的自己仿佛变得陌生了。他的面孔被一层阴影笼罩，眼神空洞，仿佛失去了灵魂。你看到了吗？老人的声音再次响起，带着几分意味不明的挑战。林浩心跳加速，猛地转过头，发现摊位旁的空地上似乎出现了一个人影，模糊不清，像是一个走动的幽灵。那身影轻轻地走向他，缓慢而坚定。林浩的心脏开始跳动不已，空气变得更加压抑。他忽然觉得自己被什么东西盯上了，仿佛整个市场的气氛都开始变化，逐渐变得不安和扭曲。你来这里是为了什么？老人继续问道，眼神中带着一丝深不可测的笑意。林浩没有回答，只是紧紧盯着那镜子里的倒影，内心的恐惧渐渐升腾。那不再是他的脸，而是另一个他自己一个无法逃脱的命运。他不由自主地低声喃喃，我只是想要解脱。就在这时，那身影忽然消失在空气中，仿佛从未存在过。林浩的心跳剧烈，双腿有些站不稳，眼前的世界开始发生剧烈的扭曲。他抬起头，发现市场周围的人们仿佛变得不再真实，每一个摊位上的面孔都像是一张张空洞的面具。心中的恐惧渐渐占据了他的大脑，
他开始怀疑自己是否已经进入了母亲口中所说的那个无法逃脱的鬼市。而就在他准备离开时，那镜中的自己又一次出现在了眼前。这次他微笑着，眼神中充满了无尽的黑暗。林浩的手指轻触着铜镜的边缘，冰冷而粗糙，仿佛时间将他的棱角磨平，却也留下了无数看不见的印记。镜中的倒影依旧模糊，他的脸在青铜色的表面上时隐时现，仿佛不是他自己。这镜子有问题，他喃喃自语，试图将手抽回，但指尖像是被什么东西粘住了一样，寒意透骨，仿佛一条看不见的锁链在无声地缠绕上来。那位满头白发的摊主缓缓地抬起头，嘴角勾起一抹浅笑，像是早已料到这一幕。他的嗓音沙哑低沉，却带着某种难以抗拒的吸引力。每个人的内心都是一座迷宫，你在这面镜子里看到的并不一定是你自己。林浩的呼吸一滞，眼前的景象突然有了一丝异样的变化。鬼市的街道变得幽暗，摊位的灯火闪烁不定，仿佛整个市场都在呼吸。空气中的香气变得更加浓烈，却不再是熟悉的檀香，而是一种腐朽又潮湿的味道，像是古老的庙宇深处经年未散的气息。他悄然松开镜子，环顾四周，刚刚还熙熙攘攘的街道此刻变得异常寂静。摊贩们的脸庞模糊不清，他们的嘴唇在低声喃喃，像是在念着某种无法辨认的咒语。更诡异的是，他们的眼睛似乎都不约而同地落在了林浩身上。你们在看什么？林浩喉咙干涩，声音有些发紧。没有人回答。忽然，一道微弱的笑声从身后传来，沙哑而破碎，像是被时间磨损的旧唱片，在黑暗中回放着一首不属于这个世界的旋律。你终于来了。林浩猛地回头，却只看到一张纸钱从空中缓缓飘落，落在了他的脚边。那纸钱上的墨色似乎未干，隐约间他看见上面写着一个熟悉的名字，林浩。他的血液瞬间凝固，心脏狂跳的几乎要冲破胸腔。这怎么可能？是谁写的？是谁知道他的名字？他猛然蹲下，想要捡起那张纸钱，手指刚触及边缘，忽然不要碰！一个低沉的嗓音猛地从身后炸开，像是雷霆骤响，震得他头皮发麻。林浩的手猛然缩回，抬头一看，一个穿着深色长衫的男人站在不远处，他的脸藏在阴影里，只露出一双锐利的眼睛，紧紧盯着林浩，里面藏着某种复杂的情绪。你是谁？林浩忍不住问。那男人缓缓地走近了一步，声音像是沉入深井的回音，带着无法言喻的冷意。这里不是你该来的地方。可是林浩看了看四周鬼市的摊贩们，依旧低声呢喃，仿佛完全没有察觉到这一幕。他的心中升起一丝寒意，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张纸钱上为什么会有我的名字？那男人的目光停留在纸钱上，似乎是思索了一瞬，而后缓缓道，这不是写上去的，这是显出来的。林浩的背脊瞬间泛起一阵冷意，显出来的，这是什么意思？空气中的温度似乎再次降低，风无声地吹过，像是有无形的手指在轻轻拨弄他的衣角。他下意识地后退了一步，试图与那个男人保持距离。你母亲曾经来过这里。男人的声音再度响起，带着一丝无法掩盖的悲凉。林浩的瞳孔猛地一缩。什么？他来过？男人低声说道，语气像是压抑着什么。他也曾经站在这里，看见了自己的名字。林浩的呼吸顿时变得急促。母亲她在临终前曾一次次告诫他不要来这里。他害怕的到底是什么？他后来怎么样了？林浩的声音微微颤抖。男人的目光深邃而复杂，沉默了许久，才缓缓道，你母亲从这里带走了一样东西。带走了什么？林浩的喉咙发紧。男人看着他，目光幽深而压抑，仿佛在衡量着什么。最终他缓缓地吐出一句话，他带走了一条命。林浩只觉得头皮一炸，耳边的嗡鸣声几乎要将他的意识吞没。什么意思？你到底在说什么？然而那男人却忽然停顿，仿佛感知到了什么。他的眉头猛地皱起，低声道，不对，他们来了。他们？谁？男人的眼神骤然变得凌厉，他猛地伸出手，
紧紧抓住林浩的手腕，低声喝道：“别回头，跟我走。”林浩的心狂跳不已，耳边隐隐传来一种奇异的声音，那不是风的声音，而是那男声，低沉破碎，仿佛是无数个声音叠加在一起，在黑暗中低声呼唤着他的名字。林浩，林浩，他下意识地想回头，却被男人死死拽住。不要看。男人的声音异常低沉，带着一种令人无法抗拒的威严。林浩的脖子僵硬地停在半空，整个人像是被冻住了一般。他不知道背后到底有什么，他唯一知道的是，鬼市真的开始了。林浩的心跳仿佛要从胸膛中跳出来，他的手腕被那个男人紧紧抓住，仿佛一根锁链，将他牢牢束缚住。那声音低沉破碎，如同无形的鬼影，不断在空气中回荡，渐渐侵蚀着他的意识。林浩，他不敢回头，尽管脖子已经僵硬，双腿也如同灌了铅一般沉重，脚步无法移动。然而那个男人却在他耳边低声急促道：“别回头，保持冷静。”这时林浩的脑海中不由自主地浮现出母亲的身影，母亲的眼神那么温柔，充满了无尽的关切，尤其是在他弥留之际，那种带着痛苦和恐惧的眼神更是刻骨铭心。他那时说的每一句话都在他的耳畔回响，像一阵阵风吹过他的灵魂，让他无法忘记。你不能去，不要去龙山寺的鬼市。母亲总是这么警告他，话语中带着急切和无奈。那时他并不明白，母亲的眼神里为何带着那么深的恐惧，仿佛龙山寺的鬼市已经成了他无法摆脱的阴影。然而随着母亲的离世，这个阴影却如影随形，紧紧缠绕着他，逼得他必须走进这个他原本应该避开的地方。他记得母亲临终时的最后一段话：“你要记住，如果你来这里，一切都将无法回头。鬼市是命运的陷阱。”这些话一直在他心中挥之不去，像一阵阵细雨，逐渐渗透他的思想。每当他试图忘记这些警告，每当他不再去在意他们时，母亲的话语又会在他耳边响起，提醒他这份无形的束缚，他带走了一条命。那男人的话如同一把尖锐的刀，割开了他脆弱的防线，将他母亲的死因一次次抛在眼前，挥之不去。他带走了一条命。林浩的脑海中充满了混乱，他的母亲是怎么死的？真的如那个男人所说，他在鬼市里带走了一条命。他无法理解，也无法接受，但这一切似乎和这个鬼市紧紧相连，仿佛命运的线索在悄然交织，每一根线索都指向了这个古老的市场。不可能，他低声自语，像是试图通过否定来摆脱内心的恐惧。然而男人的目光冷冽而深邃，仿佛看透了他内心的挣扎。你母亲不止一次来过这里，每一次她都带回了不该属于她的东西。那男人的话语冰冷，充满了无情的事实。他带走了一个灵魂，也带走了自己的命运。林浩的身体开始微微颤抖，仿佛整个人被一种看不见的力量推向深渊。他挣扎着想要摆脱，但那个男人的手如铁钳一般将他禁锢住，让他无法动弹。他不再敢去思考那个他不敢触碰的真相，他只知道母亲的死可能真的与这个鬼市有着某种不可告人的联系，而现在他也不可避免地陷入了这场无法摆脱的漩涡中。你要做的只有一个，不管发生什么都不要回头。男人的声音突然变得急促，带着一丝不容反驳的力量。林浩微微颤抖着点了点头，他知道这个男人绝非表面看上去那样简单，每一个字都像是命令而非建议。他的心开始快速跳动，眼前的黑暗似乎更加压迫，一切都像是进入了另一个维度，失去了时间和空间的概念。他只能紧紧跟随着那男人，艰难地往前走，步伐异常沉重，周围的街道变得越来越狭窄，摊位上的物品也变得越来越诡异。那些符咒、纸钱仿佛在轻轻发光，散发出幽幽的光晕。所有的商贩像是木偶一般僵硬地站在原地，面无表情。死寂般的沉默中，只有风声和轻微的脚步声交织在一起。突然他的视线停在了一个摊位上，那里摆着一个小小的盒子，盒子里似乎有某种东西在轻轻晃动。林浩的目光不由自主地被吸引过去，心脏猛地跳了一下。那东西仿佛在呼唤他，
不要看！男人的声音再次响起，带着强烈的威胁感。林浩不敢再多看一眼，强迫自己将目光移开。他知道那东西一定是某种禁忌，若他继续凝视下去，可能会看到某个不该见的东西。他们继续前行，穿过一个又一个摊位，步伐越来越沉重，空气中的紧张感也在逐渐加剧。渐渐的，林浩发现这个鬼市似乎并不是单纯的市场，它是一个庞大的迷宫。每一条街道，每一个摊位，都在悄悄地改变着他的布局。你已经陷入了他的陷阱。那男人的声音再次响起，低沉阴冷。你从未离开过，他已经将你囚禁。林浩猛然停住了脚步，他不敢相信自己听到的话。他转过身，想要质问那个男人，但当他再次看向身后，一切都变了。那条街道已经不再是原来的样子，所有的摊位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片空旷的黑暗，仿佛没有尽头的深渊。他的身边什么也没有，只剩下死寂的空气。你回头了。那男人的声音像是从地狱中传来，充满了冰冷和绝望。你永远无法逃脱。林浩的心脏猛地一跳，似乎所有的气息都被抽离，他的身体一下子变得异常沉重，仿佛被一种无形的力量紧紧束缚住。他试图喊出声音，却发现自己的喉咙像被堵住了一样，声音无法传出。眼前的黑暗如同吞噬一切的怪物，将他周围的世界完全消解，甚至连他曾走过的街道和摊位都完全消失无踪，仿佛一切都从未存在过。他闭上眼，拼命摇头，想要摆脱这片逐渐将他吞没的黑暗，可无论他怎么努力，都无法挣脱那种深深的恐惧和无法言喻的压迫感。突然，一道冷风轻轻拂过他的脸庞，他猛地睁开眼睛，眼前的一切瞬间发生了变化。黑暗中的空地逐渐清晰起来，周围的景象也变得熟悉，仿佛他又回到了鬼市的街头。摊位再次出现在眼前，但这一次，所有的摊贩都不再沉默，他们的目光不再漠然，而是满怀期待，像是等待着什么。你已经是这里的一部分。那男人的声音从身后再次传来，低沉的像是从深渊中传出的回音。林浩猛地转身，目光死死锁住了那男人的身影。这一次，他的眼中没有丝毫的惧怕，只有迷茫和愤怒。你到底想要什么？为什么所有的事情都指向我？我母亲的死和我有什么关系？男人的脸色微微一变，仿佛被林浩的话触动了什么。他停下脚步，目光复杂地凝视着林浩，然后他深深地叹了一口气。你母亲。男人的话语变得缓慢而沉痛。你母亲来到这里，想要救你。他顿了顿，眼神复杂。他不知道，鬼市的力量远比他想象的强大。这不仅仅是一个市场，而是一个巨大的漩涡。所有踏入这里的人都不可避免地成为他的一部分。林浩的心脏剧烈跳动，几乎要冲出胸膛。你说他来这里是为了救我，那为什么他死了？他带走了我的命运，为什么你说的这些我都从来没有听过？男人的眼神变得深邃而复杂，他的话语充满了沉痛。他错了，他误以为他能从这里带走你，但他没能明白，这个地方并不是你能够逃脱的，这不是他可以掌控的。他语气渐沉，他为了救你，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而你，林浩，也注定无法逃脱。你母亲带走了一条命。男人的声音再次响起，这次带着一种无法言喻的力量，仿佛从命运的深处传来。他带走的不是别人的命，而是他自己的，也不是自己的未来，而是你的。他为了救你，将自己的灵魂交给了这里。林浩的身体猛地一颤，所有的意识似乎在瞬间崩塌，他的脑海中瞬间被无数的记忆和碎片撕裂。母亲的声音再次在耳边回响，他的警告，他的悲伤，他的痛苦，还有他最后的那句话：鬼是无法逃脱。你妈妈。那男人冷冷地补充，他让自己成为了这个市场的一部分，他无法离开，无法解脱，而你也不能。林浩的双腿突然间变得无力，他跌坐在地上，头脑混乱，痛苦而无法言喻。所有的真相都像潮水般涌入他的脑海，冲击着他，让他无法呼吸。他的母亲到底做了什么？他为何选择走上这条路？
他为什么选择用自己的生命去拯救自己？他紧紧闭上眼睛，似乎想从中逃脱，但一切都越来越模糊，越来越无法掌控。你听见了吗？那男人的声音像一根刺，深深扎入他的心脏。你母亲永远无法离开，她的灵魂已经被困在这里，这就是鬼市的诅咒。她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每一个踏入这里的人都会成为他的一部分。林浩感觉自己被吞噬了，他无法再忍受，仿佛整个世界都在朝他逼近。他的意识渐渐陷入了深渊。你带走了什么？他低声问自己，但没有答案。周围的鬼市再度陷入死寂，街道上的摊贩们开始围拢过来，他们的眼睛空洞，仿佛永远没有尽头。你已经是他的一部分。那男人最后的声音再度响起，冷漠决绝，你无法逃脱。就在此刻，林浩的心脏猛地停顿，脑海中的最后一丝清明被摧毁，那片黑暗已然吞噬了他的一切。林浩的意识似乎彻底迷失在这片无边的黑暗中，他的身体僵硬，仿佛无法动弹，仿佛被一股无法抗拒的力量压得喘不过气来。耳边的低语声，那从每个摊贩口中发出的呢喃，都变得模糊而遥远。随着这些声音的回荡，他的内心似乎开始失去界限，渐渐沉沦。你母亲那男人的声音依然回荡在他耳边，充满了压迫感。他带走了命运，带走了自己的灵魂，带走了你的未来。他以为自己能救你，但他从未真正明白，鬼市的诅咒无法抗拒。林浩紧紧闭上眼睛，试图屏蔽掉这一切，但即使闭上眼，他依然能感受到那股深沉的压迫，仿佛有无数的手在从四面八方抓住他，拉向无尽的深渊。突然，一股陌生的力量从他的身体深处涌出，仿佛有一把无形的刀刃划过他的灵魂。他的意识猛然清晰了一瞬，那一刻，林浩的眼前突然浮现出一个画面，母亲的脸庞出现在他脑海里，带着一种温柔的笑容，仿佛一切都还未发生，一切还未结束。林浩母亲的声音在他脑海中回响，温暖而坚毅，带着他曾经未完成的遗愿。记住，你并非完全属于这里。林浩的胸口剧烈起伏，泪水不由自主地涌上眼眶。他猛地睁开眼，眼中带着决绝的光芒。母亲的面容渐渐模糊，化作一团朦胧的光影，仿佛在向他告别。他突然意识到，自己并没有完全丧失自我。母亲的牺牲固然沉重，但她的力量依然在某种方式下传递给了他，赋予了他最后的希望。我不会放弃。他咬紧牙关，低声喃喃道，如果你不能离开，我一定能救。在这时，鬼市的街道开始发生变化，空气变得异常压抑，摊贩们的眼神也逐渐转向他，充满了冷漠和敌意。他的脚步被无形的力量牵制住，无法前进，也无法后退。街道的尽头仿佛一个无法突破的墙壁，挡住了他的一切道路。忽然，那男人的身影再次出现在他眼前，冷冷地看着他，嘴角浮现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你以为你能逃脱吗？男人的声音没有一丝感情，仿佛一切都已经注定。你母亲的选择早已决定了你的一切命运，你是无法逃脱的。林浩的眼神变得坚定，他抬起头，直视那男人。忽然涌上一股前所未有的力量，他明白了，不论母亲曾如何选择，不论他曾多么无力，这一切的终极挑战不在于逃脱，而在于面对。我不能逃避我的命运，他低声说，声音中带着一丝决然，但我可以选择我自己的道路。就在这一刻，整个鬼市开始剧烈震动，空气中的香火味变得浓烈而刺鼻，光线扭曲，摊位周围的景象也开始模糊不清，似乎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在撕裂这个世界。你说的对。林浩深吸一口气，感受着来自母亲的力量在他体内涌动。我无法逃避，但我也不再是那个人，我不会成为你们的一部分。突然间，他猛地转身，推开了挡在面前的黑暗和阴影，脚步稳健地走向那片看似无尽的黑暗深处。他的每一步都带着决心，带着对母亲未尽之愿的承诺，即使无法完全解脱，他也要找到属于自己的方式。而在那男人的目光下，鬼市依旧陷入死寂，摊贩们依旧僵立，但没有任何人在阻止他。你是否真的能逃脱？
男人低声呢喃，他的声音逐渐变得遥远，仿佛被吞噬在黑暗中。还是你也注定。林浩的脚步渐行渐远，直到那个声音彻底消失，他终于走出了鬼市的桎梏，走出了那片弥漫着诅咒的黑暗。他知道自己的旅程才刚刚开始，也许他依然不能完全摆脱这份命运的阴影，但至少他不再是过去那个被恐惧困住的人。他已经选择了自己的路，哪怕他通向未知的深渊，也不再惧怕。无论前方是什么，我都会继续走下去。林浩在心中默默对自己说，他的脚步坚定，眼神明亮，在那逐渐消逝的黑暗中，他走向了属于自己的未来。